朋友們，你可曾留意過，在熙攘的人群中，無論是地鐵上、咖啡館裡，還是在你身邊的同事、朋友，總有人手腕上繫着一條看似普通的紅線。你或許會好奇，這難道是新的時尚潮流，是情侶間的甜蜜信物，還是什麼無傷大雅的裝飾？這些猜測都只觸及了皮毛，那條看似不起眼的紅線背後，承載的其實是一門被現代社會遺忘已久的古老而深刻的能量管理智慧。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它絕非迷信，而是一場關於個人能量邊界、自我守護與內在覺醒的無聲革命。今天，我們將一同深入探索這隱藏的秘密。這趟旅程將會徹底顛覆你對這條小小紅線的認知。它就像一把鑰匙，一個工具，一個讓你從無意識的能量海綿轉變為清醒能量守護者的起點。要理解這條紅繩的力量，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認知，一個在許多古老智慧傳承中都普遍存在的真理。我們的身體不僅僅是血肉之軀，它更是一個活生生的、持續與外界進行能量交換的精微系統。而在這個系統中，存在着一個根本性的不對稱設計。人體的右側傾向於向外投射與給予能量，而人體的左側則傾向於向內接收與吸納能量。這不是隨意的劃分，而是靈魂寓居肉身時的能量運作藍圖。在古老的瑜伽科學中，能量沿着被稱為納迪的精微通道流動，其中貫穿身體右側的是蘋格拉，它與太陽的能量連接，代表着活躍、邏輯、外放與陽性的力量；而貫穿身體左側的則是伊達，它與月亮的能量相呼應，代表着寧靜、直覺、接納與陰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左側身體天生就是一個能量的接收端口。同樣的，在猶太秘傳的卡巴拉智慧中，也存在着生命之樹的能量圖譜，其中左側的嚴厲之主與接收、限制和辨別的能量特質相關。這些來自不同源頭的古老智慧都共同指向一個事實：我們正是透過身體的左側去感受、吸納來自周遭環境的一切，他人的情緒、空間的氛圍、未言明的意念，甚至是那些不請自來的、充滿干擾的能量。設想一下，在一場聚會或會議後，你感到莫名其妙的疲憊與耗竭，這往往不是因為你身體上的勞累，而是因為你的能量場，特別是你那毫無防備的左側接收端，像一塊海綿一樣，吸收了在場所有人的情緒垃圾、焦慮和壓力。你成了一個無意識的情緒回收站，承載了許多根本不屬於你的重擔。這正是那條紅繩即將發揮作用的地方，它被繫在你的左手腕上。這個選擇絕非偶然，手腕是身體上一個極其關鍵的能量樞紐。在中醫的經絡理論中，手腕是心經、心包經和肺经等多條重要陰經的循行之處。這些經絡直接與我們的心臟、情緒和呼吸系統相連。手腕正是我们內在最深刻的情感能量，與我們向外伸出、與世界互動的手之間的交匯點。因此，在左手腕這個最主要的能量接收通道上，繫上一條被賦予特定意圖的紅繩，它的作用就如同為一個開放的港口設立了一位精明而忠誠的海關檢察官。它不是要徹底關閉港口，將所有船隻拒之門外，而是要開始有意識地檢查每一艘試圖進入的船隻，並宣告：從現在起，由我來決定什麼能夠進入我的能量空間。在深入探討如何正確使用這個工具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紅繩這個象徵本身的力量來源。為什麼是紅色？為什麼是一根繩子？
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與各種文化中，紅色是能量最強大的顏色之一。它是血液的顏色，代表着生命、活力與生存的原始力量。它是火焰的顏色，象徵着轉化、進化與熱情。在色彩心理學上，紅色能夠最迅速地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它既能代表愛與激情，也能象徵危險與警告。在許多文化中，紅色都被視為一種能夠驅邪、帶來好運和保護的顏色。例如，在印度教中被稱為 Kalava 的紅繩，常在宗教儀式中由長者或祭司繫上，象徵着保護、長壽與神的祝福。在佛教傳統中，由上師加持過的紅繩則被視為一種護身符，提醒佩戴者保持正念，並帶來保護與好運。因此，當我們將紅色這個具有強大生命力與守護頻率的象徵，與繩子這個代表連接、約束與封印的物件結合在一起時，它就不僅僅是一條繩子了，它成為了一個能量層面的封印，一個振動頻率的密碼，一個你向宇宙發出的關於自我主權的清晰宣告。然而，這裡來到了整個分享中最核心也最關鍵的一點，請你務必記住，紅繩本身不具備任何魔法，真正的力量100%源自於你灌注其中的意圖。如果沒有清晰的意圖，它就只是一段紅色的羊毛線，一個廉價的裝飾品，一個毫無生氣的空殼。這就像你擁有一台最高規格的電腦，卻沒有為它安裝任何操作系統和軟件，那麼它就只是一堆無用的金屬和塑料。你的意圖就是那套獨一無二的操作系統，它將賦予這台電腦，也就是紅繩，具體的指令和功能。如果你僅僅將它當作時尚配件、迷信產物或盲目跟風而佩戴，它不會為你帶來任何改變。它會讓你陷入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自己受到了保護，而實際上，你的能量場依然門戶大開，任由外界的混亂長驅直入。古代的大師們說得很清楚，沒有靈魂的象徵就像一副紙做的盔甲，看起來煞有其事，實則不堪一擊。所以，你才是那個點燃火焰的人。紅繩只是一個工具，一個火花，一個焦點。它的作用是作為一個有形的星錨，持續地在潛意識層面提醒你那份在清醒時刻所立下的神聖意圖。那麼，我們該如何正確地將這個簡單的動作轉化為一場強大的個人煉金術儀式呢？這需要我們帶着全然的臨在感與尊重去執行以下幾個步驟。這並非繁瑣的宗教科儀，而是一場你與自己內在力量的神聖對談。第一步，深刻的自我探問與意圖確立。在拿起紅繩之前，請給自己一段不受打擾的時間。你可以點燃一支蠟燭，播放一些能讓你平靜的音樂，或者只是單純的靜坐，然後誠實地問自己：我此刻最需要守護的是什麼？是我的情緒穩定嗎？是我的創造力不被外界的評判所干擾嗎？是我的同理心不被過度消耗嗎？我的哪一部分感覺最脆弱，最容易被外界影響？是在面对特定的人时，我會感到能量被吸乾，還是在某個特定的環境中，我會感到焦慮不安？從今天起，我決定有意識地過濾掉什麼？是那些無意的八卦閒言？是社交媒體上引發焦慮的訊息，還是某個家人或朋友無意識中投射給我的負面情緒？我希望我的能量場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品質？是平靜，是清晰，是充滿活力，還是堅不可摧？請將你的答案凝聚成一句清晰、正面且充滿力量的意圖宣言，避免使用負面的詞語。例如，不要說我不要再被影響了，宇宙聽不懂不要。你應該將其轉化為正面的宣告。例如，我的能量場是純淨且完整的，
只有與我最高善意共振的能量才會被歡迎進入。我是一位清醒的能量守護者，我尊重我的敏感，並有智慧地使用它。這根紅繩是我的神聖邊界，它過濾掉一切不屬於我的能量，並讓我始終安住於我內在的力量與和平之中。這個意圖必須是你發自內心深處的決定，它越清晰越具體，灌注到紅繩中的力量就越強大。第二步，創造神聖空間與淨化儀式。在你準備好你的意圖之後，你需要為這個啟動儀式創造一個神聖的空間，這代表着你對這個行為的尊重。空間淨化，你可以使用鼠尾草、聖木或線香來淨化你所在的空間，以及那條即將被使用的紅繩，讓煙霧環繞它，觀想所有在製造、運輸和銷售過程中沾染的能量都被清除乾淨，回歸到它最原始、純淨的狀態。個人淨化，進行幾次深長的呼吸。吸氣時，想象吸入金色的光，充滿你的全身；吐氣時，想象將所有的雜念、不安和懷疑都排出體外，讓自己進入一個平靜、專注而臨在的狀態。第三步，充滿意圖的祭神與結印。現在，拿起你的紅繩，將它圍繞在你的左手腕上。當你開始祭結的時候，真正的魔法就發生了。傳統上，我們會系上3個、5個或7個結，但3個結是最常見也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每一個結都代表着你意圖的一個面向。系第一個結時，將你的意圖宣言大聲的，或是在心中清晰地念誦一遍。例如，第一個結，我封印我的神聖空間，確認我的主權。在拉緊繩結的那一刻，要感覺你的意圖被牢牢地鎖在了這個結裡。繫第二個結時，再次念誦你的意圖，或者念誦一個加強的版本。例如，第二個結，我激活我的內在覺知，辨別所有能量的源頭。觀想一道紅色的光之盾，隨着這個結的拉緊，在你的能量場外圍形成。繫第3個結時，進行最後一次宣告。例如，第3個結，我承諾持續地守護與滋養我的能量，我與我的內在力量合二為一，感受那份決心與承諾，已經完全與這條紅繩融為一體。完成之後，靜靜地坐一會兒，感受你手腕上的紅繩，你可能會感到微微發熱，或是一陣平靜的感覺流遍全身，又或者是一種被保護的安全感。這些都是你的能量場已經接收到指令的訊號，即使沒有任何特別的感覺，也不代表它沒有作用，它依然在更精微的層面運作着。第4步，在日常生活中與之共振，持續覺察。佩戴紅繩不是一勞永逸的魔法，它是一個開始，一個持續的修煉。你需要有意識的互動，在一天當中，當你無意中看到或觸摸到手腕上的紅繩時，不要只是忽略它，讓它成為一個新錨，一個讓你瞬間回歸中心的提醒。每一次觸碰都是在重新確認你的意圖。是的，我是我能量場的主人。你需要結合實際行動。紅繩是一個能量工具，但它不能取代你在現實世界中設定邊界的責任。你必須用實際的行動來支持它。這意味着你要學習對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溫和而堅定地說不。你要有意識地選擇你的社交環境，保護你的獨處時間，遠離那些讓你感到能量耗竭的人。紅繩支持你的決定，但它不能替你做決定。你還要留意它的狀態。每一個神聖的象徵都有它的生命週期。注意觀察你的紅繩，如果它讓你感到不適，莫名的不斷鬆脫，或是突然斷裂，請留意這些訊號。這可能意味着它已經為你阻擋了一次強烈的能量衝擊，完成了它的階段性任務。或者你自身的能量頻率已经提升，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守護自己。第5步，
有尊嚴地完成一個循環。當你的紅繩因為自然磨損而開始散開或最終斷裂時，請不要隨意地將它扔進垃圾桶。它陪伴了你一段時間，為你服務過，請帶着感謝的心，有尊嚴地為這個能量循環畫上句點。你可以將它燒掉，讓火焰將其能量轉化並釋放回宇宙，或者你可以將它埋入大地，讓它回歸自然。在做這個動作時，可以簡單地說一句：謝謝你的守護，我的任務現在由我自己接管。如果你感覺仍然需要，可以隨時啟動一條新的紅繩，帶着更清晰、更淨化的意圖，開始一個新的循環。理解了這整個過程，你就會明白，佩戴紅繩其更深層的意義，並不僅僅是防禦和阻擋，它更是一份你對自己許下的無比神聖的承諾。這份承諾在說，我不再允許這個世界用它的投射、期待和評判來定義我、模糊我。我將像照顧我的身體一樣，去精心呵護我的能量。我掌控着我自己的邊界，也掌控着我自己的開放。我選擇深刻地去感受這個世界，但我拒絕吸收不屬於我的一切。這對於那些天生就是共情者、高敏感族群，或是從事療癒、諮詢等需要大量情感付出的工作者來說，尤為重要。你們的敏感是天賦，是禮物，但如果沒有健康的邊界，這份禮物就會變成詛咒，讓你們在無盡的能量消耗中迷失自我。紅繩可以成為你們最簡單也最直接的入門工具，幫助你們學習在敞開與守護之間找到那個完美的平衡點。我們活在一個資訊過載、情緒泛濫、分心已成為常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能夠有意識地守護自己內在的寧靜與清晰，是一種極其珍貴也極具力量的能力。左手腕上的紅繩，它不是解決你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也不是讓你從此刀槍不入的盔甲，但它可以是那一聲喚醒你的號角，那一個標誌着你從被動承受轉向主動創造的轉折點。它可以是你邁向對自己說，從現在起，我的空間我做主，我的能量我守護的那充滿力量的第一步。所以，下一次，當你再看到有人手腕上繫着紅繩時，你看到的將不再只是一個飾品，你將看到一個選擇，一份覺知，一個正在學習守護自己神聖空間的靈魂。而現在，這個選擇權也交到了你的手上。你是要繼續在無意識中隨意地洩露自己的生命能量，任由外界的混亂來定義你的內在狀態，還是要開始像一位智慧的君王守護自己的國土一樣，去尊重它、守護它，並有意識地運用它？如果這個訊息與你內在的某個部分產生了深深的共鳴，請不要讓它僅僅停留在知道的層面，去尋找一條屬於你的紅繩，去實踐這個儀式，去親身體驗這個轉化。當你準備好做出這份對自己最神聖的承諾時，請在下方的留言區鄭重地寫下這句屬於你的力量宣言：我即是我的守護。讓這句簡單的咒語成為你啟動內在力量的第一個行動。每一次的書寫，每一次的默念，都是在向宇宙宣告你的決心，也是在為自己注入最堅實的力量。如果你也認同這份守護內在的智慧，請用一個點讚來傳遞你的能量。最後，請將這份智慧分享給那些你感覺同樣需要守護自己內在光芒的靈魂，因為這個世界需要的從來不是更多空洞的護身符，而是更多清醒、完整並敢於為自己生命能量負責的覺醒靈魂。感謝你的陪伴，我們下次再見。